收看《医师好辣》，介绍6位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国民常见小病小痛，今天好辣医师团们要来告诉你，不以为意的小病痛背后隐藏哪些恐怖危机呢？好辣军团们遇到哪些不容轻忽的病痛呢？值班小护士李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毅，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前几天看到的新闻，就是有个家庭主妇哦，她不烟不酒，然后平常有一点咳嗽，然后她咳嗽断断续续持续了1个月之后呢，结果想说啊，不小心有点严重，不然去检查一下，竟然是肺癌哎！你讲这个故事，对，你为什么要带着微笑？我刚以为你是分享一个什么很喜事的东西。没有，我是一个警惕，就是我们可能忽略的小病痛，搞不好会是一个大危机。你也不要吓观众朋友吓死。但是是不是有？你比如几万个人当中咳嗽，可能就是感冒，但是会不会1、2个突然一发现？它是已经是肺癌啊，有可能啊，是一个征兆。对，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吓大家，是大家要注意一些事情。是，有很多人前几天在聊天说，这个人健健康康的，只是小感冒，什么住院3天就走，3天就走了也有啊，有的这个撞到已经是哇很严重的。什么肚子、肠子都流出来，可是他3个月他就出院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说，常见的国民小病痛，可能它潜藏一个危机。但不是大多数，只是要注意到这件事。有几率，每年有100万人看慢性咳嗽，其实呢是健康的警示。是，其实，在台湾哈，那个抽烟哦还是肺癌的最危险的因子啊，所以男生理论上是要比女生多的。但这几年女生的那个得到肺癌的几率一直往上升，一直在往上升。然后就很奇怪，而且这些得到肺癌的女生哦，大部分都是没有抽烟的，特别是在亚洲超级明显，就好像女生得肺好像跟抽烟没有很大的关系啊。那我有去分析，那为什么？其实跟几个原因嘛，第一个是当然是二手烟嘛，哦，男生抽烟，他的男伴有抽烟，他就是二手烟嘛。另外厨房的油烟嘛，还有另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PM2.5，哦，它一样会伤到肺。但是为什么你在想说空气品质大家都一样，也不是说女生的空气品质特别差，是因为哈我们有做过研究哦，那个就是说女生的基因哈表现哈，让他们的肺天生容易受到 PM2.5的攻击，比男生大，所以女生受到空污的影响会比男生大一点点，特别是肺部。所以就像瓜哥讲的，隐藏在咳嗽后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病因啊。其实我当医生，我最怕人家看到3种病啊。每次病人跟我讲说，医生我咳嗽，医生我头痛，医生我腰酸背痛。哦，讲这3个我就想叫他退号，因为每次听他讲这3个，我就开始喉咙痒，我头也很痛，因为基本上大概都医不好了，我也找不到他病因，这太多原因都会这样子。这个女性哦，她就是这样子哦，她是这位女生哦，她就是慢性咳嗽。咳一咳的时候，她开始咳大概1、2个月的时候，旁边人听到就说：“哎，你这个要不要去医院里面看一下？因为有人说久咳有可能是肺癌嘛。”她被人家听一听，她也吓到，她说：“哎，对哦，那我还是去看一下好了。”X 光看起来也很好，没有肺癌，也没有发炎，然后就开始开一些止咳药给她嘛。就吃一次，刚开始好像好1、2个礼拜，就后来又开始又在咳，又在咳，又在咳。她就想说，反正去看医院已经跟她讲说没有肺癌，她就不是很担心。就开始买那个什么救肺散啊、枇杷膏啊，就是嘛，很正常嘛，对不对？就这样子搞了半年，咳嗽也都是一直在咳，可他也觉得好像没有影响到他生活的样子，所以他也不去理他。他来我门诊的时候，是因为他隔壁邻居有一个人，前2个礼拜得到胰脏癌，然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就是末期，然后那时候他的那个邻居得到胰脏癌的前面几个月都是在叫背痛。对，那人都是这样，有没有？你本来还好的，被人家一讲说隔壁有人背痛哦，胰脏癌末期，他就吓到，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也背痛，然后跑到我们诊来说，他是要看背痛的，他不是要看咳嗽，他就说他好像背痛，会不会是胰脏癌？他说他可不可以去做核磁共振的检查？我说健保局不可能让你这样做核磁共振的啊，我说就说先抽血可以了啊，先抽一抽肿瘤指数可以，抽出来就正常了。可他就是很担心嘛，他说他想要做，我说那就自费嘛，哦，他就说他可以自费啊。我说，那你如果可以自费，你上次就可以讲了哦，那就上次就可以做了，所以这才是帮他做的。就一做完之后，还真的很巧，在胰脏的尾端真的有看到一个大概1.5到2公分的肿瘤在那边，很奇怪，但是看起来那个样子并不是很像我们常常看到的胰脏癌。我又去帮他抽一些指数，确实有个指数很高，那个指数是神经内分泌瘤的指数，所以后来我们让大家讨论完之后，我还是建议他把那个开掉，因为那个神经内分泌瘤还是属于一种恶性肿瘤。结果我那时候开，其实我那时候压根没有想到他这个瘤跟他的咳嗽有什么关系。就刀一开完之后，他咳嗽就好了，完全就好了。为什么会这样哦？其实神经内分泌瘤就是这样，它可以引起10几种很奇怪的症状，比如说女生她可以引起热潮红，会让你觉得你是在停经的。像有些人他会引起他血糖忽高忽低，都可以，有人甚至会引起胃溃疡反复的发作，有人甚至会让你皮肤莫名其妙的长红疹，因为神经内分泌瘤你就知道它就是会
它为什么叫内分泌肿瘤？就是它会分泌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它分泌什么就会有症状。它分泌刺激胃酸分泌的东西，你就会反复的胃溃疡，就是这样。它分泌一些血管的张力素，你就会脸部潮红，然后也会顺便咳嗽啊，甚至有的神经内分泌会让你一直拉肚子，都是这样子的。对，所以他说只要是慢性咳嗽很久哦，你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病因可以找得到的啦。慢性咳嗽在我们门诊真的是很痛苦，胸腔科就看咳嗽。其实我们一般的定义，大部分人会说持续8周以上2个月以上，不过我们自己临床上是抓大概3周以上，我觉得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你如果连续咳嗽超过3周，其实它就是有一个慢性咳嗽的一个状况存在。但是慢性咳嗽是不是那么可怕？大部分其实没那么严重。我们比较常见的前3名，像气喘。这个鼻涕倒流啦，胃食道逆流，其实这就是很常见的，甚至感冒久了，感冒好了之后就只剩下咳嗽，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会担心的不是这种简单的，我们怕就是潜在背后有一些问题。那像刚刚讲到这个肺癌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病人，她大概40岁左右的女性，她是女性没错，但她有抽烟，所以她大概咳了2个月。那因为有抽烟的人常常就想说啊，假混少啊，就一直咳嘛，他也不在意。可是他就越咳越不对，他就觉得最近为什么我连走路爬楼梯好像比以前喘，我才40岁怎么喘成这样？他觉得不太对劲。那来进到诊间，我看他走进来，我就问他说：“你今天怎么了？”他说：“我咳嗽咳很久。”开始问病史，问一问就不太对了，他怎么一句话讲不太完？他讲话讲一讲要停下来休息一下。会喘是不是？他蛮喘的我就把那个血氧计就夹上去，怎么？血氧不到90，一个40岁的女生血氧不到90，很奇怪。赶快 X 光去照，照完马上回来看。一回来看那个 X 光上面就是满天星星满天星星的意思就是说她肺里面大大小小肿瘤，非常可怕，密布在2个肺上面。那这种一看就是很典型，那种肺腺癌随着血液转移到肺部各个地方，然后形成很多肿瘤。不过还好是我们赶快帮她做切片，然后确定她是肺腺癌，但她可以吃标靶药。他反应很好，他大概2个礼拜左右症状就好了一大半了，那目前还在治疗中啦。我觉得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我还有遇到一个蛮有趣的 case 这个人他其实不是来看咳嗽的，他是来做健康检查，回来看报告。他做那个肺癌筛检低剂量电脑断层，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些东西。他回来看报告，因为我们通知他说，你的报告有点异常回来看一下。我们发现他左边下面的支气管。奇怪，有个钙化点，但这钙化点不太像是这个我们一般常见的钙化点。然后呢，就觉得说，你这不对气管里面可能有问题建议他做支气管镜的检查，就做进去，真的发现在左下的支气管有一块东西卡在那里，而且它旁边呢都是一个发炎红红肿肿的现象。我们用支气管镜用一个夹子小心翼翼把它夹出来，夹出来的时候还一直在流血，吓了一大跳夹出来看，就是一个大概1公分多一块骨头然后呢，就很奇怪，他说怎么会有一块骨头卡在那？我问他说，你之前有没有呛到？他说我10几年前有一次吃东西呛到。10几年前。然后呢，对，然后之后他就一直在咳嗽，但因为他本身有抽烟，所以他也就刚刚像前面讲，有抽烟都不怕嘛，就觉得抽烟就是会咳那。可是自从这一个夹出来之后，他1个多礼拜后回诊，他跟我说：“徐医师，我咳嗽好了。”所以其实支气管异物也是一个造成慢性咳嗽的原因，但是这个很少见老实说，我自己就遇到这么一个，所以我还把那些记录都留下来。所以骨头不会久了10几年了还不会消化下去气管里面没有酵素啊。对啊。气管它在气管里面，它不在胃里面。像我老公有1年真的很可怕，他咳了快3个月，然后这中间他就一直以为是感冒，然后就一直的在看医生，一直的在吃药，那个抗生素已经吃了好几个月，吃到我吓到。后来他终于不行了，他去照 X 光，然后去整个做检查之后是肺气肿，他就是肺气肿，然后那一整年都在医他那个肺气肿，因为他以前有抽烟，所以他很难医，所以我真心觉得不要抽烟比较好。对，后来我老公就是维持的好几年都很 OK， 都很没事，但是前几个月他就又开始感冒，他只要一感冒就很严重的那一种，然后这次又来了。他就一直咳，一直咳，咳到连我都咳，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就我们2个，我好像没跟着他咳，好像频率对不上，没有参与感，我就害我也跟着他咳，咳到我觉得我的现在脑都喵喵。但是我老公后来咳到前一阵子，他还是觉得说不行，他刚刚就讲医生讲的说，咳3个月3个礼拜就要去医院检查，他就去检查了。
结果是肺浸润，那个有没有生命危险啊？肺浸润啊？肺浸润其实常常就是在 X 光上面，我们看到那个线条比较明显哦，有时候他就打个报告是肺浸润，它有可能就是支气管的发炎，但是它也不一定说一定是细菌感染，那比较严重的可能就是所谓的肺炎，然后所以还是要因人而异。那刚刚有提到说他之前抽烟可能时间蛮久的，对，哦，所以会有这种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这种肺部的。可是他已经戒烟戒了15年了耶。他抽多久？你以前抽20-30年，那个造成伤害不是更严重，他就是不可逆。对，真的哦。所以为什么叫年轻人不要碰烟？就是这样嘛。你你有时候我抽个3年5年，那也是对肺伤害。国中的时候，然后感冒一直没有好，然后看了2周的医生，然后还是一直很严重的咳嗽，然后痰也很多。然后当时我也是以为是我有痰的时候没有吐出来，然后可是后来有一次我的高烧不退，我就去医院挂急诊，然后就请那个医生帮我照 X 光，才发现我肺部积痰，然后因为肺部发炎了，所以医生是建议我要在医院观察治疗。然后那时候我才愣一下，想说我一直以为是感冒，没想到这么严重。后来我就是住院，然后吃药跟打抗生素，才渐渐的好转。其实这个也还蛮常见的，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都会一开始是一个病毒感染，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之后，它继发性的一个细菌感染，就是所谓的肺炎。那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典型的表现，它常常会是你一开始的感冒症状，你觉得好像好差不多，一开始有发烧、咳嗽，好像好一点了，可是后来怎么又开始咳起来？可是痰变多，而且又烧起来了，好像第2波来的那种感觉，可是跟第1波的那种咳嗽症状又不太一样。这常常就是有可能有并发一个肺炎。前面几位医生讲的都是很常见的情况，不过呢，慢性咳嗽也不要忘了心脏科啊。那心脏的患者呢，有一些也会有这个咳嗽的一个症状表现，好像有一位50岁的男性，他就是最近好像咳得越来越厉害，哈，断断续续，然后呢，这看了一些感冒的医生也不会好，好，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好像越到晚上咳得越厉害，哈，一躺下去睡觉。咳得更不舒服，甚至没有办法平躺这样的一个情形，甚至要爬个楼梯爬到2楼，那就更不得了了哈。那来到门诊呢，一听，哦哟，有心杂音的现象，那么心脏超音波一做，有一个2间半闭锁不全的一个情形。好，那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咳嗽呢，已经是一个肺积水的一个并发症，算是一个心脏衰竭的其中一个症状。好，那幸好呢，他还没有心律不整，那心脏也还没有扩大。所以我们用药物治疗，包括一些利尿剂啊、一些血管扩张剂，症状就有明显的改善。好，所以如果慢性咳嗽又有喘的这么一个情形，咳嗽甚至会有泡泡状的白痰，咳得严重会有出血的现象，那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心脏的这个可能性。咳嗽很多人第一个要么就是找耳鼻喉科，或者就是找家医科。所以可是咳嗽真正原因很多哈，所以你不要自己对号入座，你是什么原因就自行在家里治疗。我今天有一个先生，这个先生其实被太太跟他家里的小孩给嫁来的，他其实已经咳了非常非常久，可是他那种咳就是干咳又没有痰的那种咳，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只是在清嗓子，他自己会去买一些那种止咳药，或者是有些止咳药水，或者是那种枇杷膏。可是后来家人就觉得这个真的不对，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咳得也非常的严重。其实我当时反而觉得他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是，当他讲到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整个人是很喘的，好像喘不过气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先排一个 X 光，有一种心脏衰竭，其实直接从 X 光就看得到可能心脏衰竭，大约就是我们胸腔的1半。我们的心脏不会超过这个尺寸，也就是说，假设我的心脏视觉上看就已经超过你胸腔的1半，基本上你的心脏已经属于变大，也就是属于心脏衰竭。当时一看他的心脏其实真的就比较大，我们就同时转去心脏科。心脏科确诊心脏衰竭之后，他其实家人就一直觉得为什么突然变成心脏衰竭，因为相对下比较严重。后来自己先生才透露，他在20多年前公司健检里头，其实医生有跟他说他高血压。高血压因为不痛不痒，他就一直放着。高血压就是一个，如果你持续没有控制一个很不好的高血压，它就会造成所谓的就是所谓心脏衰竭的问题哦。那到底这个咳嗽为什么会跟心脏科有关哦？其实原因是这样，肺部它会把新鲜的氧气给心脏，心脏再传到我们的四肢去提供养分。所以肺部算是在心脏的前面。当你心脏衰竭，意思就是指你心脏的帮浦已经没有力气了，这时候肺部要传氧气过去，其实是会阻塞的，所以你的肺部会积了很多的这个水分，或者是积了很多的痰。到了真的后期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像刚刚医师说，他会咳泡。
甚至会咳出血来。所以很多人他如果完全不知道自己肺部心脏是有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撑到那一刻才来看诊。可是那个就心脏衰竭，其实预后都不是很好，你要做很多的控制，甚至限水啦什么的，其实就很麻烦。但有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徐医师，是就是我们在吃，为什么说吃饭要好好吃啊，专心吃？你有没有常常吃饭讲话会呛到？对，或者吃太辣会被辣呛到？对。可是那个东西是不是因为你咳的时候，是不是有的食物会跑到肺部去？有可能啊，你在讲话的过程中间，你的那个声带会打开嘛，好，所以吞咽的时候又会让它有一个往下吞的一个动作。你本来上面应该有一个保护的这样一个机制，其实它会暂时性的就失效，所以的确是有可能会呛到。那尤其是在老人家，老人家的吞咽功能又比较差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有讲到呛到的问题，事实上有一些癌症啊，它可能会造成我们喉头功能的失常。因为我们喉头就像门一样。吸气的时候要打开，空气才可以进到肺里面。但是你讲话或吞咽的时候要关起来，吃的东西才不会掉到肺部里面去。那我曾经就有这个案例，就是50岁左右的男性，他平常有抽烟、喝酒、吃槟榔的习惯，他对身体也不是很健康，也不是很注意啦，所以他来求诊前2、3个月就开始一直在咳嗽，不得已家人带他来看。除了咳嗽以外，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讲话声音会沙哑。他的声带是不是运动出了问题？所以问他说：“你喝水会不会呛到？”他说：“不止喝水会呛到，平常吞口水的时候就一直呛，一直在咳嗽。”所以我们赶快就用软式的纤维内视镜检查一下喉咙，果然他的左边声带就麻痹了。那我们喉咙这个声带运动其实有一条特别的神经叫反喉神经来控制，它是从脑部沿着我们的颈部，然后到食道，到胸部再跑回来支配声带，所以它绕了一圈。这个途径上面有一些癌症，常见的是甲状腺癌、食道癌、肺癌，如果影响到这条神经，就会造成声带麻痹。所以我们赶快帮他做了一个电脑断层，发觉他已经是食道癌，而且已经转移到胸部的纵隔腔了。当然，我们还是要呼吁啦，抽烟、酗酒、嚼食槟榔，跟我们呼吸、消化道肿瘤有很大的关系。大家还是要避免这种习惯。是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看。邻居每5人有1人耳鸣，原来是身体在求救。哎呀，我就是5人中的1个人。可是医师就说你这个可能是职场伤害。我老公就是这样，以前你们都站在乐队旁边，对不对？对啊。他有一边就是，所以后来他戴助听器。我现在是这边嘛。他有戴助听器。对，但是我还好，最近有点恢复，就有的是看你自动恢复的功能好不好。我之前有一些累的时候，对，你很累，那声音更大，不可逆。一累下来声音更大，所以我奉劝年轻人，我常常跟年轻人讲，像我跟儿子女儿他们讲，不要每次耳机都戴着你。装酷在那边，很帅。30几岁就耳朵看你就听不到了。有时候是不想听爸妈讲话，就把它塞起来。那你就塞耳塞，不要塞耳机啊。耳塞好。听一声嘣嘣啪嘣嘣嘣，在你耳膜这样震。年纪轻是可以这样，到30、40岁你就已经退化。不管是咳嗽还是耳鸣哦，这种后面的原因都太多了啦。之前就有个30岁的女生哦，她就是这半年来常常会听到这样耳鸣嘛哦。当位女性就是听，她觉得一开始没怎么样，因为她不是持续性的，她是2、3天有时候听到一下又没有，一下子又没有。她刚才的时候觉得不理她嘛，就后来是有人在讲说什么哦，你这个会不会是有听人家说什么脑袋里面长什么听神经瘤哦，你也会耳鸣哦。他来吓到，你知道吗？他就跑去看那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就帮他检查耳朵嘛，他看可能都没事，也没有跟他讲说到底有没有听神经瘤，就说你这个都没事啊，你这个耳鸣可能没有怎么样啊，他们帮他做什么听力测试，通通都很正常。他觉得他有看过医生，他就不怕了嘛，对不对？他就再回去，就回去这1、2个月还是都没有好。后来有人接到他去公庙，说会不会是听到那个神明的声音？他还真的有去。后来他真的有去庙里面说，我是不是有怎样？庙里面那个庙祝是跟他讲说，你可以回去再去看医生的，因为觉得好像不是，他说你跟他有关系，你没有什么神明缘，他要回来。他后来跑去看神经内科，因为他觉得那个耳鼻喉医师没有帮他做头部的电脑断层，他就请那个神经内科帮他做，就还是没事嘛。可是那女的就开始很紧张啊，想说那我为什么耳鸣这么久都没有原因？那个神经内科是被他撸就说，那你去看精神科好了。结果他本来以为那个神经内科医师是唬烂他，就是只是想把他踢走而已，觉得他太烦。就他在精神科医师那边真的医好他的耳鸣啊。精神科医师给他开了一些放松的药之后，然后给他做一些心灵的开导之后，他耳鸣真的好了。
为什么他耳鸣？你知道吗？精神科医生帮他诊断，他是自律神经失调。我们每次在讲说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你想想看，你声音来从耳朵，经过你的听神经，再到你的大脑皮质，再转成听觉。在大脑皮质在解释这个听神经传来讯息的时候，自律神经是有参与在里面的。所以当你一个人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有可能听觉就会受到一点点的影响，它可能就会产生耳鸣。他因为那个时候那女的刚买一个新房子啊。那一阵他房贷很重，他除了白天上班之外，晚上常常要去兼一份差，所以他那阵子他工作压力很大，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造成他自律神经失调，才开始要造成耳鸣啊。后来经过那个精神科医生帮他调一调，耳鸣就好啦。像听神经瘤的话，一般比较简单的，在大医院会做这个神经传导的检查，譬如说你左边两边的耳朵跟右边的。如果有长瘤的那边，它神经传导速度可能就会变慢。这个时候如果要确诊，可能会安排核磁共振的检查是最精细的。所以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事情都跑去问公庙。那公庙也是其实很有良心的，让他再回来医院。的确有少部分的病人会因为听神经瘤而引起耳鸣的症状。鼻子的很多疾病造成耳咽管功能的异常，也会造成耳鸣。鼻窦炎啊，有很多人有鼻子过敏，那鼻涕常塞到耳咽管，你就觉得耳朵闷闷的，甚至积水，然后里面好像有水流动的声音，这也算耳鸣。水流动，只要外面没有音源，但是耳朵听到声音都可以叫做耳鸣。但是如果是鼻窦炎或过敏，常常都是两边。如果说你有一边的耳朵突然无缘无故的觉得闷住了、塞住了，那可能就要担心会不会是鼻咽癌压迫到耳咽管的出口。然后有一个案例，他是40岁的男性，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症状，他就觉得右边的耳朵闷闷的，所以来到门诊，我们帮他做耳镜的检查，果然就发现在耳咽管的出口有小小的肿瘤，他已经压迫到出口，所以我们就做切片，果然就是鼻咽癌。那刚刚鼻咽癌讲的好发这些注意，大家都要注意。那除了耳咽管被压迫会耳鸣以外，耳咽管太通畅也会耳鸣。对，耳咽管太通畅是怎样的耳鸣呢？你可能会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有在讲话的时候，好像耳朵里面有回音。对。那可是你这样就会有。有时候会耶。对，有时候会。那太通畅为什么会太通畅？有一个50岁左右的病患，那他平常也就是比较喜欢吃肉啦、喝酒啦，比较不喜欢吃蔬菜水果。那他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他。耳朵好像会听到风的声音很吵，所以我们用耳镜帮他看，他的耳膜会晃动，随着他的呼吸会晃动，表示他的耳膜可能这个耳咽管太通畅。那为什么太通畅？仔细一问，他最近2个月已经体重掉快10公斤，他觉得还蛮高兴的，觉得好像身材越来越好。不过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子体重突然变轻。耳咽管旁边的肌肉也萎缩，然后脂肪也萎缩，所以它就变得太通畅。会不会有什么是大家都比较担心癌症嘛？所以就建议他去做体检。他果然就做了胃镜、大肠镜，发现有大肠转移到这个腹腔的淋巴腺，所以他可能因为癌症的恶病质，所以体重就急速的降低，让他耳咽管太过通畅。大家好，我是资深经理人曹宏奇哦。那像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我从小时候我就痘鼻窦也是过敏性体质。那有一次我就搭飞机出差，然后想说应该都会有习惯性的耳鸣，就下了飞机到了当地，大概出差了3天，耳鸣都还没有好。然后坐飞机回来想说应该再一次应该会再好，结果还是没有好。看耳鼻喉科想说应该就是去喷个药，看一下吃个药这样子。结果医师那一次就刚好也是蛮好心的啦，就是说他用那个内视镜帮我做了一个鼻咽的一个检查，结果他就语重心长的告诉我说，他说宏奇，你应该要去大医院医学中心去做个切片。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他就说里面的肿胀感觉不是那么正常，不像是过敏的肿胀。那我就好吧，那既然医生讲了，那我就赶快去做。那去做的时候呢，医生还蛮打趣的，就说，我跟你讲了，其实10个有9个大概都不会有问题啦，你应该是那9个。然后隔天又飞去日本了。那飞去日本的时候，其实在日本的期间，因为他那边空气比较干燥，所以我的鼻子里面其实就会一直出血，然后就有一直那种有血的那种鼻垢一直会出现，然后痰也越来越多。那回来台湾，我想说反正就应该去看个报告，然后就去看。结果他跟我说，你竟然是那个1/10，就是那个10个里面的1个，我想说哇，这是嘿，
那后来医生说，其实你的期数看起来应该不是很后面，所以他说叫我建议我要积极的治疗。所以你是鼻咽癌第几期？第2期。对，第2期。对，那所以后来我就跟家人讨论了，我就决定以后一定要积极治疗。那我就找了就是蛮不错的一个团队。然后就帮我做一个治疗。那治疗的过程其实是我还是一直维持我自己有在做运动的一个习惯，比如说让自己还是体能啊什么这些东西都维持得很好。然后在营养的补充方面，我就是让自己还是一直吃。虽然说那段时间治疗期间是没有味觉的，我还是假装东西很好吃的，一直吃这样。对，10次的化疗之后，又做了35次的那个电疗。对，那电疗那时候是整个这个脖子这边都是烧焦的。对，现在看起来第二期就要做到这样的。天哪！对，因为要那个斩草要除根啊。对，你做多久？好勇敢。全部的时间大概加起来大概4、5个月。4、5个月，从3月第一天3月4号到最后一天是7月19号，这2天也还好啦，不是太长的时间。对，中间还休息了1个礼拜，因为医生说要让你能够撑下来。那会有什么难过的副作用吗？就是偶尔会觉得比较疲累，然后再来就是说有2种化疗药，其中一种会让你会觉得比较忧郁一点。对。所以你们那个时间有上班吗？是不是？我其实是有继续上班。对，但是那时候是公司有让我请假，但是我每天的工作其实一直都接不完，所以说我还是持续的有在工作。我每次到化疗室，我就带着电脑在化疗室里面办公。化疗室是我的办公室。那支持你的动力是什么？支持你家人啊，然后还有朋友啊。你结婚没？我结婚了，那时候我小朋友刚好一个才3岁，一个才1岁，所以你是有一个动力在那里面。对，然后还有朋友真的有在支持我啦。我们现在目前因为当初为了支持我，还办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团队，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自己的一个警示，然后能够再去把更多的这个爱心传给别人。这个事是几年前的事情？这是5年前的事情。你现在完全康复了，对不对？现在目前就是都有在追踪，那追踪的结果也都是正常的。对，那。接下来也要去拔那个人工血管，所以基本上是第一个蛮感谢那个团队的，然后再就是说，其实这过程里面其实也真的是有很多人帮助。很多人在做这个癌症后续的各种化疗或放疗，他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食欲会变很低，因为包括他是因为嗅觉的关系，很多人是因为他吃了就吐。对啊，我刚才讲。对，有些人是他就是没有胃口，有些人是因为心情的关系。可是其实现在发现肿瘤当然很可怕，但是通常很多人死于肿瘤的原因是来自营养不良。对。好，所以我们其实通常家人都会很舍不得，觉得他不吃就不让他吃。我们其实都觉得这个动作你一定要给他逆转过来。就是说我们换过来讲，假设你今天正在癌症要进行治疗，我们都会鼓励他增胖。他说我都不饿啊。对，我们会鼓励他增胖，而且最好就是吃的非常的营养。原因就是当你的这个营养素比较高的时候，你的身体可以支持你度过这个你的免疫力低潮的时间。所以，例如像什么是营养，当然有些蔬果，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A 这些抗氧化，再来蛋白质其实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免疫系统它就是要靠蛋白质去合成。所以，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喝鱼汤，会喝鸡汤，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类的东西，其实会对整个癌症的抗癌的过程其实是加分的。其实我们很多在打化疗的病人都还是在工作，因为化疗当中我们都可以预期到，我们都在想说，你打第1次化疗的时候，我可能会建议你先休息第1次。但是第2次化疗或第3次化疗的时候，如果你第1次的反应没有那么的强烈的时候，其实第2次、第3次的话是可以去上班的。只有那几天白有特别低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抓得到那个时间，就那个几天闪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并不用说你一定要做治疗，你就一定需要这样子半年都是请假，不然你就学韦先生带电脑去化疗室，我们很欢迎，我会提供免费的 WiFi。对。冒昧请教一下，你有家族史有这种？没有，所以我自己有查过了，然后医生也是有跟我讲说，这个可能跟家族不一定有关系。那你为什么会是有抽烟还是？我也是一样，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抽烟，但是后来也是从戒烟到发病，这个大概已经10几年了。对，所以那有医生是说，可能跟我的工作压力还有工作环境可能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回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然就是想不出来的话，就是前世的业障。鼻咽癌是我们华人蛮常见的一个癌症，是不是体质的关系吗？对，是因为我们体质华人就比较容易得到鼻咽癌，尤其是我们大陆东南沿海的省份，香港、台湾、新加坡，即使是我们这些地区的移民到欧美，
得到鼻咽癌的几率还是比白人来的高，所以可能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啦。那另外我们的环境的一些病毒感染，像 EB 病毒的感染，或者是刚刚提到东南沿海这些省份喜欢吃腌制类的食物，或者是咸鱼这些咸鱼鸡粒炒饭好吃嘛，啊，那常常吃的结果可能跟鼻咽癌的发生也有关系。另外，当然抽烟也是危险因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基因，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病毒的感染，可是可以少吃腌制类的食物，或者是避免抽烟，以免有这个罹癌的风险。因为我们华人真的很容易得到这个鼻咽癌。不管你什么体质啊，反正我们做了那么久的医师好了，就是告诉你，烟是所有的总结就对了。真的，所有有癌症都跟大病小病都跟烟有关系。而且要学习当一个好病人，正规的治疗，然后正常吃，是正常运动这样子。所以我刚刚就问动力是什么？你吃药都有忧郁啊，你会不会乱发脾气？为什么不想工作？还是面对小孩、老婆？对，他很乐观啊，他很乐观。我如果做治疗的时候，我是把自己隔离起来的，因为我不要让自己心情受到影响，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会哭闹。你真的有心情差吗？那会，尤其是另外一种就是要放24小时的那一种的药的时候，对，那个你要带着那个药瓶在身边，所以你会把自己关起来，像浩克一样变成发作完了，自己一个人在里面变。对，但是红旗的确值得鼓励了。那鼻咽癌虽然是很常见，但是还好，就是放射线和化学治疗的效果很好。对，尤其像他这样早期的病人，是做放化疗的治愈的几率都90%以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遵循正规的治疗，不要去寻求偏方，一定要鼓励。少数早期癌症只要靠放化疗不用开刀的，他这种是不用开刀的。是哦，可是2期算是很早了，对。对，当然它比较风险的就是它原发的部位治疗好，那未来也有可能有远端转移的风险。对，有一些会转移到骨头啦、肺啦。这些情况，那当然刚刚提到的就是积极的治疗，还是会得到蛮好的结果的比例蛮高的，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也是那个耳鸣深受其害的人呢，而且我就是从小在拍戏啊，常常导演讲话我都会哈，因为我都真的听不太到，然后有时候就会被我妈跟我哥就说我有重听。然后小时候又不太会戴耳机，干嘛？怎么会重听？但我后来才发现，我爸就教我一招，说，尤其是坐电梯、坐飞机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憋住这样，然后这两边就会有气嘛，眼睛也会有气跑出来，然后就通了。就这是就是耳咽管功能不好，你吹气把它打通这样。然后我每天都要这样打通，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就是小时候也不懂，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有时候睡觉睡，就是因为鼻子过敏，然后就会起来就睡不了，然后又听不太到。后来呢，妈妈才带我去看那个鼻窦炎，然后医生就有的耳鼻喉科医生就说我什么鼻中隔弯曲啊，反正就是呼吸不畅通，然后导致我的耳鸣的那个影响很大。然后后来就有开一些药让我吃，好像就是让它不会发炎的。其实小朋友因为鼻子过敏、鼻窦炎造成耳咽管功能不良、耳朵积水的几率蛮高的，尤其是4岁以前的小朋友，可能在一辈子里面都曾经发生过。但是有的有症状被爸爸妈妈注意到，有的就没有症状。年纪大了以后，耳咽管的功能会越来越健全，它变长了、变垂直了。不好的情况可能就会慢慢的。对，因为我也是，就突然长大就慢慢的好了，也没有真的去做人家说什么烧鼻孔治疗就没有，但它就好了，现在就都听得见了。好，我们来看下面。70%国人有头皮的困扰，小心背后有暗藏问题哦。对，其实头皮的问题常常在皮肤科门诊造成很多人的困扰。因为它不但有症状，而且会影响到外观。我之前就有一位20几岁很漂亮的一个女大学生她就觉得自己半年来就头发变得很稀疏，而且都快看到头皮了。而且呢，就是好像头皮屑也蛮多的。那其实她还蛮年轻的嘛，那段时间又在熬夜啊，准备研究所。她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大，然后造成脂漏性皮肤炎发作？所以她用了很多种方式，换很多这种洗发精，可是都没有效果。然后她都来门诊看。那其实我们仔细检视她的头皮就是不但头发变得很稀疏，而且比较脆弱之外，她的头皮上还有一块一块的红色的圆斑。
那这个在这种年轻漂亮的女生上就要非常的小心。那后来帮她做切片检查，还有抽血，就发现她其实是因为红斑性狼疮造成的一个圆盘状的一个落发引起的一个落发，而且上面有些圆盘状的一个斑点哈。那这种落发呢，还好早期发现，因为如果说越晚发现的话，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永久性的秃发，因为它造成一个疤痕性的组织。可是他有这种红斑性狼疮，他治得好吗？它这个还蛮幸运的，因为其实红斑性狼疮呢，其实它有很多种形态。那有一些是刚开始只是侵略到它的皮肤而已，它的内脏像心脏啊、关节，其实它还没有影响到。那其实红斑性狼疮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系的疾病，它会产生一些发炎，然后去破坏我们的组织，然后甚至血管。那它的原因的话，除了基因之外呢，还有环境、生活形态，还有荷尔蒙。那有一些人他可能早期发现，他让他的生活形态、还有饮食、运动啊这些调整，不见得会造成很后期的，但是还是要定期做一个追踪，就定期的抽血，还有追踪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就是更年期之后的妇女哈。我之前就有位50岁的一个。职业妇女哈，她发现奇怪，怎么停经之后呢，头发也是狂掉，而且狂掉之后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头皮都会很刺痒，会痛，甚至痛到她都会失眠，造成忧郁症。那其实她在那个美容的沙龙啊，她的小姐会叫她说，你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要去角质什么的，可是做了很多次都没有效。所以他都来门诊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有一个他的一个图片哈，就会发现说，你看他因为一直在落发，所以他也不敢染头发，然后也不敢烫头发，所以其实就有点忧郁症了，对，50几岁的。然后他的一个头皮的状况跟一般的一个雄性落发不太一样，就它不但说有脱屑，可以看到它下面其实是有一些发炎细胞的浸润，所以摸起来是有点肿胀的。所以它除了痒之外呢，它还会痛，然后它吃止痛药什么都没有效。那其实呢，这种更年期的妇女的落发又合并这个头皮的问题，就要很小心一个疾病，就叫头癣。就是霉菌感染。那其实这个呢，跟卫不卫生或者是清不清洁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为什么更年期之后的妇女同胞很容易造成这个头发的霉菌感染呢？因为更年期之后的妇女，她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她的皮脂腺会变得比较少。那皮脂腺其实对我们的头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它可以抑制霉菌。那更年期的妇女因为皮脂腺的下降，所以她很容易头发变得比较脆弱，头皮没有保护力，所以她一旦接触到之后呢，如果不小心加上可能免疫力状况又低的话，就很容易感染到这个霉菌感染。那她后来经过就是口服的抗霉菌药，大概6到8周之后呢，就完全就缓解了，所以也不再落发了。其实呢，这个头皮的健康跟我们心脏也是有关系哈。欧洲的心脏学会的研究发现呢，不管是这个抬头纹哈、前额的皱纹，或者是少年白头发，或者是地中海秃，它都跟这个心血管疾病有关。这个动脉硬化的机会呢，是我们一般人的5倍。这边好像有皱褶，耳垂的皱褶也是有关，也是跟心脏对。那为什么呢？他们发现说毛囊的一个老化跟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如果头发白得越夸张的，那么心血管疾病的机会越高。他们做的研究是研究40岁以下的男性，发现说这40岁以下男性没有心脏病的人，没有心脏病的人白头发大概3成，可是有心脏病的患者呢，他白头发的机会高到5成。好，你说全头白是抹不？就是有一点点白，有一点白，有少年白的情形。那他们也分了5个等级，从完全没有一点点到完全白。那发现说越白的越多的人，心血管的疾病的机会真的是越高。好，那除了白头发之外，秃头也有关系，雄性秃，所谓地中海秃。好，日本做了一个研究，如果一点点的地中海秃，心血管疾病的机会大概有18%。那秃的蛮厉害的，像一个岛一样的，可能就36%。假如是从前额秃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秃，像戈巴契夫这样子的，那可能有69%的机会都有心血管疾病。不过当然秃头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看到这样的症状，赶快来戒烟，控制体重，注意3高的情况，好，也可以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很多那个男主角有没有什么亡命关头那些的？对啊，他一定有心血管疾病。杰森·斯塔森这些剃掉了
都去检查一下。或者冯迪所这些，还有巨石强石对，或是炮哥啊，你们不要嫉妒人家。我也像其实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就很爱去烫那个平板烫，可是我以前就不懂，因为每次烫完我就开始头皮就会很痒，然后一直抓，然后就会长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你知道吗？水弄到的人就不晓得，而且那时候最可怕是回去洗头一把一把的一直掉，真的假的？后来我才知道是那种染剂过敏，那我还要花很多的钱跟时间去保护那个头皮，你知道吗？所以我后来对染发其实就有点却步。但是后来嫁给我老公之后呢，我老公几乎是3个礼拜染一次头发，太快了。因为第一我老公比我老很多，好不好？他大我13岁嘛，那你要知道有一点白头发出来，你人就会觉得好像。年纪比较大，染过头发就好像年轻10岁，有精神。他染回来那个头好臭，你知道吗？染发味。你睡他旁边，刺鼻会是难过，你都没想过旁边睡的人。所以我到后来我自己来好了，我来帮他染。然后我就去外面找那个开架式的一个染发霜。那外面我就会去分析去找，有时候我在想说，人家有标榜那几分钟就很快速染的那个，有时候快也不见得有用，也不见得是好。很快就退掉了。最主要它的成分是什么？你会怕，有一些染发剂会经过我们的头皮，然后会伤到你的肾跟肝，然后会有膀胱癌，那多可怕啊！所以我为了这件事，我就是很认真的去研究，而且他们就有讲说有一种成分叫PPD，你只要不要有那个是最伤的。我后来我真的就是我自己帮我老公染。而且尽量不要靠近头皮，然后我自己选的哦。我说实在话，我选的这一个它是不含 PPD 的，老牌子。对，而且它又大品牌，最重要，它染过之后那个头发不会味道不太有味道，而且很柔顺。它写植物染哎，对，就是比较不伤发质，对不对？对，因为呢，它加了一个那种植物的一个护发精华在里面，所以染过头发柔顺。那就像小杰讲的，你不要以为它是植物性的，就觉得说上色力很差。No， 真的吗？告诉你上色力之好的，而且绝对让你染过有那种乌黑亮眼的一个感觉，是非常棒的。不含 PPD， 它有特别写，是不是？对，还有写，而且它又是大品牌，它是台湾制造。而且它又有卫署的装字号，所以你是不是用起来就是很安心，又很放心？写的蛮清楚的。自由姐讲到那个 PPD 哈，它的中文叫对苯二胺呐，所以你可以直接，如果它有成分，你可以直接看哦。其实染发剂在我们医学上哈，我们通常都会建议人不染就不要染，天天习惯染发的人。第二种就是帮人家染发的人，会发现3种癌症的风险上升。第一个叫膀胱癌，第二个叫血癌，第3个叫乳癌。这3种癌症里头有2种，目前啦认为最高观念就是这个 PPD 所造成的。对，所以它第一个是有这个所谓的致癌的风险哦。所以我们建议2种方法，你可以，如果你一定要染头发，第一个就是少染为妙，第二个就是其实你有一些确实是没有 PPD 的，哈，有些是减少 PPD， 有些是完全没有的，你就尽量去选所谓完全没有的。之前我就看到有一个报章杂志是国外的新闻，有个英国的女生，她就染头发，染完的数分钟她就倒地之后，后来没有呼吸就被送到医院，后来医院是认为她是一个过敏所造成的休克症状，他们怀疑是这个对苯二胺，她对这个对苯二胺是过敏的。那其实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很多人用过染发剂会知道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很多人仍然会对它其他的一些成分过敏，所以我们建议哦，你在用染发剂之前，你可以先做个过敏测试。怎么做？大概就在我准备要染发前的48个小时，你大概可以涂在2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手肘内侧，一个是我们的手腕内侧，因为这2个地方的皮肤比较嫩。比较薄，所以假设你有过敏，这个地方会比较明显跑出过敏反应。如果你会红会肿，其实你就不要去挑战你整颗头了。那他刚刚有讲到的这个植物染，然后其实因为这个品牌应该是在开架的那种地方都会有。它其实是有2种成分，一个成分是叫做小麦水解蛋白，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护发，另外有些是植物是来降低我们染发后会有一些头皮痒跟头皮刺激的成分。但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卫署装字号其实它是一种保障，什么意思呢？我们对于染发剂啊一些这些比较会有一些过敏或者是有些争议性的原料，它会有一个所谓的定量，所以理论上是要在
在你的这些规范都在合理的政府范围内，它才会给你所谓的装字号。所以它是第一个安全。染发剂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已经很恶名昭彰的成分，有些会用一些重金属，因为重金属可以让我们的定色变得更强。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因为染发的剂它一定是属于化学成分，我们都建议哈，你在做完这个染头发的过程后，大约你要有2天的自我修复期。所以这2天内，我会建议你第一个多喝水，第二个多睡觉。肝脏排泄后，一部分从尿液中就是从肾脏排出来，另一部分会从肠胃道排出来。所以肠胃道排出，你不便秘，你多吃纤维，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这些排毒的机能。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工作需求或自己的状态需要用到染发剂的时候，我倒建议你在这个染发后多做个小功课，其实是保护健康的一个好方法。谢谢医师的建议。而且我真心觉得哦，有个年纪的哦，漂亮的亮眼一定要有，但是选对东西哦，不要含 PPD 才是我们台湾之光。我觉得才保护我们嘛。是，我今天提醒了这么多问题哦，国民的一些小病，比如咳嗽、耳鸣啊、头皮的问题，大家可以随着医师的检测，自己是否有一些症状，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的小毛病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